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脱裤子，他想干嘛？只见他被带上牌子，走向满是黑人的街区。马路对面的老板发现他，牌子上写着“我恨黑鬼”，这无疑是向黑人竖中指，找死！老板神情凝重，走向男人。不远处，混混正在聚会，如果被他们发现，要出事。老板来到男人面前，破口大骂：“你是有病，还是有其他特别需求？”男人告诉他：“我是警察约翰，是被逼的。你也知道，几个小时前，纽约某处发生爆炸，这是恐怖袭击。警长接到袭击者电话，点名要我背着牌子来黑人区，不然就继续炸。警局只能照做。”就在这时，那群混混看见了他，上来就一个下马威，接着又是重重的摆拳，再来一把刀。解围的老板也被误伤，又是一个瓶子爆头，打倒在地。老板看见警察背后的枪，拿起枪叫混混们举起双手。老板拦下出租车，和警察一起跑了。两人来到警局，警察找到袭击者所使用的炸弹，原来是2种液体。这是哪门子炸弹？只见胖子警察将2种液体少量混合，轻轻一丢。好吧，当我之前没说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找到神秘液体的来源，某实验室神秘液体被偷，共0.91吨，这么多混在一起，威力得多大？此时，袭击者打来电话，再次邀请约翰和老板玩游戏，让他们15分钟内去某处。两人赶到，接到电话说：“你们旁边的垃圾桶有炸弹，考你们一个问题，答错就会爆炸。”还好老板思维敏捷，算出答案，但还是晚了10秒。袭击者要引爆炸弹，两人大呼垃圾桶里有炸弹，却发现没有爆炸。原来他们被玩了。但袭击者又告诉他们，3号地铁某处有炸弹，要他们半小时内赶到90条街外指定的地方接电话，否则就会引爆炸弹。这个路程2个小时都到不了。约翰没有多想，征用了的士，带上老板，一路狂飙。不走寻常路的他穿越公园，从公园出来用了不到3分钟。为了节约时间，两人分开行动。老板去接电话，约翰去拆炸弹。来到地铁站，看到列车已经发车，只能迅速冲到地面，打开下水道，跳上列车。他从列车上踢碎车窗，钻了进去。他发疯似的寻找整条车厢，终于他找到了炸弹，抱着炸弹往车尾急走。另一边，老板接到电话，但袭击者说约翰不在，你们还是输了。老板自觉地趴在地上，而在地铁里的约翰也在最后一刻踢碎车窗，把炸弹扔向车外。爆炸结束，笑嘻嘻的约翰爬了出来。这次爆炸把地面炸出一个洞，还好没有太大伤亡。约翰被叫到车里，车里一堆 FBI 等着他。他们把袭击者的资料给了约翰，原来袭击者是前特种兵。这时，袭击者又打来电话说，炸弹被安置在某所小学，下午3点就会爆炸。继续玩游戏，才会告诉你们更多。警察们都傻了眼，纽约有1664所小学呀，来不及多想，警长让两人跑去玩游戏，自己派出所有人地毯式搜索炸弹。就在这时，楼顶有人观察着他们，此人就是袭击者，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2个灰头土脸的人在大街上跑，他们这是去干嘛？抓小偷？你没听错，出来的2人抓到偷小卖铺零食的2个小孩，而小孩却说 Look around, man. All the cops are into something. It's Christmas. You could steal City Hall. 约翰一脸震惊，难道袭击者有别的目的？2人抢了小孩的单车，很快来到华尔街。他看着纽约美联储银行，一个人走了过去。而在不久前，袭击者炸掉了地铁站，而他的队友伪装成工程部的维修工，开着卡车大摇大摆地来到事故地点。他们开始钻洞，往金库钻。这时，所有的警察都去找炸弹了，而袭击者来到美联储银行，干掉银行守卫和警察，换成自己的人。与此同时，金库的守卫被放倒，金库也被钻通。一群劫匪终于来到纽约美联储金库，他们开着铲车进来，一铲就是好几10万美金。而放风的假警察看着走来的约翰，他们报告给老大，老大说那就在金库解决他吧。约翰来到银行，问守卫过去1小时正常吗？守卫说一切正常，不信你可以跟我到上面去看看。约翰答应了，于是4个壮汉陪着他走进电梯，后面的人笑着看他，因为他必死无疑。这时，约翰瞥见旁边警察的警徽编号，这一刻他呆住了，因这正是他同事的编号，而且编号独一无二。他立即知道这人不是警察，当机立断和电梯里的人聊天，说起了笑话，然后
一番恶战，约翰干掉4个壮汉，独自出来。出来时撞见杂货店老板。等等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原来金库和地铁已被钻穿了，这么多黄金怎么运走？他们想到刚才碰见的大卡车，接下来他们必须全程搜索卡车。很快，他们远远地发现卡车队伍，马上开车追去。但在经过一座桥时，他们跟丢了卡车队伍。突然，老板看到了一辆卡车，约翰撞破围栏冲了出去，逼停卡车，但里面不是坏人，只是普通的卡车司机。司机告诉他，市里在修下水管道，那里可以通卡车。他立即来到工地，一问工头，果然在不久前，有一支卡车队伍不顾阻拦，冲进下水管道，二人兵分2路。约翰追击劫匪，进入下水道。不久后，看到一辆卡车停在管道中央，约翰知道有猫腻，他假扮成工程部的人走向卡车，里头的劫匪果然准备好枪。突然，约翰连开数枪，把2个劫匪都射杀了。不久后，劫匪老大打电话给断后的兄弟，这头却是约翰接的电话。老大知道自己的兄弟都死了，于是他说：“你车上有136亿的黄金，我们可以合作。”约翰没答应，于是劫匪决定杀掉约翰。怎么杀？炸掉水库，淹死他。在下水管道里，约翰听见前方有声音，上前一看，大水来了，人也吓傻了，赶紧往车里跑。他倒车快跑，急速掉头，全速冲刺。卡车当然比洪水慢，很快要被淹没。危急关头，他爬上车顶，抓住了通风管道口，终于被洪水冲了出来。来接他的老板惊讶地看着，这是什么操作？他又逃过一劫。突然，又是一梭子，一个人仰马翻钻进车里，上车跑，一直跑，一边开枪一边跑。约翰看情况不妙，和老板换位置，让他拔掉引擎的保险丝，然后一个旋转大掉头，自己也翻了车。好在劫匪都挂了。他从劫匪身上的线索得知，劫匪想用货轮把黄金运走，于是他们来到大桥上，果然看到货轮，货轮已经出发了。他们没时间了，只能从车上扯出钢索，勾上货轮，然后慢慢爬下去。他们成功潜入劫匪内部，兵分2路。不久后，老板被劫匪老大抓住，约翰则在甲板上跑来跑去，干掉甲板上所有劫匪。来到驾驶室，正打电话报告海岸防卫队，突然他看到神秘液体炸弹一直在船上，瘫软在地。之前所有人做的努力都是白费。在某所小学找到的炸弹是番茄汁，是劫匪抢劫银行的调虎离山。劫匪老大找到约翰，告诉他真相。原来他的目的就是炸掉美国的所有黄金。西方世界富有的太久了，维护人道主义，让人们回到同一起跑线。临走时，约翰向劫匪要了一瓶头痛药，他笑了。劫匪不知道，他手臂插着一根铁丝。趁劫匪走后，约翰用嘴把铁丝咬出来，扔到老板手里。老板解开手铐，2人逃到甲板上。最后时刻，2人跳到了水里。赶来的警察救下2人。约翰从警方那里得知，黄金没有被炸，至于去了哪里，没人知道。约翰以为自己输了的时候，他拿出袭击者的头痛药来吃，突然发现瓶底有字：北方边界。这就是袭击者买药的位置，也暴露他们基地的位置。果然，在北方边界，他们把黄金调了包。正当他们在狂欢庆祝之时，周围传来直升机的声音，到处是警察，他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劫匪们开车想逃，但也是穷途末路。袭击者怒了，他要跟约翰决一死战。他搭上直升机，用强大的火力击中他们的直升机，他们只好被迫降落。袭击者不依不饶，空中追杀。为掩护杂货店老板，吸引火力，找到掩体，掏出子弹想要反击，无奈只剩下2颗子弹，只能硬来。跑出来的约翰看到袭击者直升机上的电线，他抬手开枪，2枪打断电线，电线缠绕直升机，将其炸成碎片。约翰在这次世界大劫案中活了下来，和杂货店的老板大笑庆祝。可能约翰的头痛还是会继续的。